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江苏，是一名职员；女嘉宾小可24岁，同样来自江苏，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来，有请两位。打小就认识吗？对，我们因为住在同一个镇上，我们镇比较小，所以从幼儿园到初中都是在同一个学校读的。哟，这太厉害了！到高中时候还同学吗？没有了。大学呢？大学我们也不是同学。哦，那就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相好了，是吧？没有，我初中的时候到初中为止都和他不是很熟。哦。高中和他在不同的学校，但是偶然的一次机会，从社交网站上我发现他非常喜欢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作家，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然后就跟他谈开了。韩寒。和他聊上天以后，我就发现他和别的男生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主动追求了他？是我主动追求的他。你看，可是是有原因的呀。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和我一个挺好的朋友闹翻了，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抑郁啊。他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好，我觉得好像有他在，特别安心。然后我觉得就想要和他一直在一起，我就跟他说了，我告诉他，我说我很喜欢你，想和你在一起，他立刻就答应了。结果第二天他就反悔了。为什么？我感觉吧，谈恋爱很神圣的。当时吧，他跟我表白，然后我就有点懵了。晚上我就想，一直想，想好久。我在想，谈恋爱的目的，他就是走向结婚。不以结婚的目的谈恋爱，他就耍流氓。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就不尊重我们爱情了，觉得太随便了，我们还是分手吧。他就说他要再想想，我就寻思他想想，可能就这件事就无疾而终了呗。但是我就觉得不能就这么结束了，我就去南京找他了。你在哪儿读书呢？我就在天津读书。哦，你们大学的时候你在天津，他在南京，然后呢？然后他一来找我，我当时特别感动嘛。然后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一起吧。那是大几的事儿？大二。大学2年级。对。你现在研几了？研1。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我现在在上海。你呢？在天津读书。对，我还是在天津。那怎么了呢？可是他现在就。他很不让我满意啊！我们都已经异地恋2年多了，我现在读研还是在天津，我又挪不了地儿。他都毕业了，他今年我让他来天津找工作，他又跟我说他来，结果他就瞒着我在上海找工作，还骗我，他一直把我蒙在鼓里，我还得等他来天津找我呢。我真的很失望，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我先表的白，就让他觉得就不珍惜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家不是住在南方吗？我感觉挺远的。然后我就不想去，我也和他表达过好几次了然后我就觉得这边待遇挺好的呀，然后我就不想去。你还不想放弃这段感情是吧？是。你是害怕异地恋他跑了是吗？对，我就觉得他对我关心不够。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在上海工作了以后，对我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开心起来就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一不高兴了就好几天都不理我，我都找不到他的人，而且他也不跟我说是为了什么。主持人，我这样的。我在就是工作之前还是经常和他聊天的嘛，但是我一工作我就和他讲工作上的事情，特别不耐烦，就说人这么烦啊，和我讲工作的事情我不想听。我这人嘛，我觉得爱情就是非常神圣的，我感觉我一和他讲这东西，搞不好就要吵架了我不想吵架嘛，那吵架我觉得就是对爱情他很不尊重的，吵架就不是爱情了。对啊，人家都吵，他就觉得哎呀，就跟我有点什么意见分歧就不理我，而且我就觉得，你当时跟我说工作上的事情，他要是跟我说具体说怎么回事儿，我肯定愿意听呀。可是他总是跟我说我不开心，我不太顺利，他就是这种给我那种负面情绪，我就觉得那何必呢？你谁让你自己留在上海的呀？你到天津来说不定就好了呢。因为我第一次谈恋爱，我真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我在想，还是大家就冷静冷静，好好想一想。这些问题才能磨合好。这是你的初恋是吧？对。以前我们都上学的时候还能每个月见1-2次面，他工作了以后就一直跟我说很忙，小半年我们就一共就见了2次面。我就觉得和他在上海有别的情况有关系。就上一次我就有别的情况。对。我上一次去上海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我就看到了他和别的女同事谈笑风生的。那天情况就是这样的，我和同事嘛就4个。一起啊，还有2个是情侣啊，他们2对，正好一对2对，不正好吗？我们只有一起一对情侣，
和他们4个人和另一个女同事，再加你，对，2对情侣啊，挺好。人家那女同志是挂单的呀。可是他表现出来是我是多余的。他同事问他这是谁，他说这是我同学。你确实这么说的吗？我们都谈了2年了，他还说这是同学。当时是这么说的啊？为什么？但是我有我的考虑啊。你说说。就是因为我觉得爱情嘛，它很神圣，而且我也讲过好多遍了啊，对吧？然后你说有一天我就和同事说，我们2个是男女朋友了啊。然后结果我们没走到一块儿，然后他们就说这人怎么这么随便啊？我不能让他们就是把我们爱情，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谈恋爱。不，我不能让他们就是这样觉得我们这随随便便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了？你就打算要跟他分手了是吧？对，我就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是我没这么想呀。不是，那你没这么想，你介绍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大大方方的，有啥呢？因为我觉得我一旦介绍了的话，就是万一，我只是说因为，那你就说你已经想到万一会出现了呗。是，我觉得他就是没什么信心，他老是跟我说一定要全部都我们之间没什么矛盾。明白，我接着问，一个镇子上的，对不对？对，镇子又小，对。你们谈恋爱，双方父母知道吗？不知道。主持人，我觉得吧，你说我们2家都挺近的啊，然后我也就是我因为我比较谨慎嘛。不是你谨慎，你别跟他谈呗。你跟人谈个恋爱，你弄得跟前夫似的。你说跟同事吃饭，这谁呀？这我同学，是前夫吧？你这是？我觉得就跟地下恋情似的。我跟你谈什么恋爱呢？假如说有一天，我们2个真的没在一起了，没在一起呗。不是你想呀？我想啥呀？我想我们父母之间会不会特别尴尬？我们2家本来就挺近的，我也不想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是我们2个人在谈恋爱但是不只是我们2个人。就是我听明白了，就是说责任在你的这字典里面，其实已经预设了，就是我们俩迟早是要分开的嘛，并不是的。因为主持人，你觉得未来的事情你能知道吗？我不知道啊。对啊，我也觉得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我也不太了解而且我觉得就是你不了解你就不说是吗？不是。你们俩结婚吗？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向结婚的道路，但是不结吗？什么时候结婚？你告诉我。他不知道。他说一定要所有问题都解决完了。什么问题解决完？你跟我说说。我们之间没什么问题，有时候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就除了他像他这样对我飘忽不定的。那不就是大问题吗，姑娘？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改了我就能忍。他告诉别人这件事不就解决了吗？我猜你的解释，看我猜的对不对啊？主持人您说。因为爱情是神圣的嘛，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点点的怀疑，我们要放心对方，对不对？确实。你看。猜对了哈！就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多问题都很小，他就要跟我斤斤计较。比如说，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一直是异地恋嘛，所以老师会来回奔波。我去南京看看他，他来天津看看我。挺好。从天津到南京其实要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好多男生都想着说要心疼自己的女朋友，不让他们奔波那么长时间，就宁愿自己多来2次嘛。他不会的，他一定说，我来了1次天津了，你就得来1次南京，那不然不公平呀。爱情是神圣的，我们要对等，是这意思吗？不是，那是，就是他之前谈恋爱之前一直跟我讲，男女之间是要平等的然后我也觉得确实，你说我们谈恋爱，一方面一个人就无条件的就他付出，然后另一方面什么都不做，你觉得这样也不对我是喜欢平等，我也没说 AA 不对，可是我就希望他偶尔能多付出一点。他总是跟我说要绝对的公平。好，明白了。那你现在这次来的目的是？我就想问问他到底是就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不愿意在父母同事面前公开我们的关系，就让我特别没安全感。明白了，你为什么来？现在有些缺点我不能忍受什么缺点？你说出来。就他那些自私呀、霸道呀。自私霸道还有什么？就是一点都不考虑我感觉这玩意儿改不了怎么办？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哪有那么多时间呀？就是要看着就老了，人家姑娘也不愿意等你，对不对？姑娘，我问你，想嫁给这个男人吗？说实话。想。你就喜欢这么个男生是吧？我觉得他其实除了这些问题，他大体上还是挺好的。对，挺好的，挺好的。就是2个人有点小错位，女生当然希望找一个能让自己依靠的男人。对。可是呢，恰恰这个女生所有的表现都是那么主动、那么男人的，
结果反而让男人变成了一个女人。你要想让女人变成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女汉子或者女人一样的男人，你就必须得像一个男人一样的去对待这个女人。听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吗？听明白了。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孩说：“哎，我希望女朋友是小鸟依人的。”女孩说：“我希望男朋友能够给我肩膀靠一靠。”其实啊，不要去矫情太多。谁说女孩非要小鸟依人啊？我们将来做一个医生，我们可以独当一面，我可以成为家庭中的重要的那一份子。我干嘛非要依靠在人家身上？不要纠结这个事儿。小伙子也一样，你其实喜欢他，不就喜欢他的泼辣主动吗？其实感情都是平等的，只是我们性格有不同。我倒是觉得你们俩真的是天生的一对儿。严老师，以我多年的经验啊，可能我的看法跟您恰恰相反。基于二位啊都是初恋，你们到底现在是不是在谈恋爱？为什么男孩会是这种表现？第一，要绝对的平等，你来一次，我再去一次，这在爱情当中，我觉得是不符合那种恋人之间那种情感。还有，你既然已经有了恋爱之实，你为什么不能广而告之，堂堂正正的说这就是我的女朋友？你说了，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没错，但是你清清楚楚知道你现在已经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不能告诉别人她是你的女朋友？爱情是神圣的，爱情是要尊重的，可是你做的所有的都没有尊重爱情这个事实。请问你爱他吗？爱。你就嘴上爱啊，你没有任何事实啊。如果说爱人之间真有产生的那种情愫，不是说你来一次我去一次这样公平，而是我想尽一切的方法去和你在一起。你们之间其实并不了解，虽然谈了是2年是吗？2年多，真正的见过多少次面？真正的沟通有多少？你们是在谈恋爱吗？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欺骗感情。如果真正觉得是爱情是神圣的，感情是要谨慎的话，就要直面你现在所处的这种感情的错觉。如果还是不点破放手，才能证明你对爱情是神圣的。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涂老师，我对于男生的看法有一部分跟曲伟是一样的。当神圣变成了一种不可企及的理由，当谨慎变成一种虚伪的借口的时候，神圣就不再神圣。我觉得你对于女生的爱，你自己大概是分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爱情。虽然爱情是神圣的，但是爱情当中的人一定是燃烧的，它不是燃烧的状态。有些事情可以约定，你来一次我去一次，可以约定，但很难克制，否则的话就不会有那个词叫情不自禁。人一旦要是情不自禁了，他是想飞过去，那是压抑不住的，但他没有这种情不自禁，所以我说他不是一个燃烧的状态。但我不认为这个男生明明不爱你却装作爱你，他可能自己都分不清楚对你到底是哪一种情感。所以呢，其实你们俩之间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我倒是不建议女生有那么的主动，我倒是建议你们俩真的可以好好的想想，这是不是爱情？有没有真正的千里之外的思念？你是肯定有的，但他不一定。如果在热恋期间都不能做到非你不可，那其实到了最后，你们即便结了婚，这段婚姻也是因为勇气挑战的结果，而并不是内心真正由衷而发的爱情。我不希望看到那个样子，因为你们俩真的是太单纯了。所以我认为女生可以适当的矜持一些，男生好好考虑一下，你对女生到底是哪一种感情。我不相信你是一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我只是觉得你好像还没有太弄明白你是哪一种情感。如果你真的觉得爱情很神圣，你尊重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告诉所有的人，爱情曾经来过，我曾经爱过他，或者我们在一起相处过，想清楚啊，就这样。我的建议很简单，先分开一段吧，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走啊。今天一定不要出来，就难受死了你也别出来，
你可以试着去体会一下这种东西，都去体会一下，看看失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哎，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港荣蒸蛋糕，好吃不上火，黄金60年。听老师讲了这么多话，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是错了，也不是好像嘛，就是错了。我觉得我不应该隐瞒，就是在同事之间隐瞒和他的关系，也不应该和父母，更不应该和父母之间隐瞒他们的关系。我应该勇敢地说出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孩会陪伴我走过一生，我也会守护她。就像我刚才也说过了，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所以我现在更想说一句，我不想耍这个流氓。我还是选择相信他，我觉得他还是很靠谱的。你说的那些，我都尽量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一起。我其实挺反对这个，女孩就得有女孩的样，你谈恋爱的时候该矜持你就得矜持，别出来啊，回吧。哎，请关门。行了，结局大概也有了嘛，他总是不听话的嘛。来，请开门。要保湿伊贝诗马上回来。来，请开门。你话都不会听，我跟你说，你别出来嘛！你试试他夹走他这个什么状态吧。你娶她吗？娶。这怎么像我逼婚一样啊？啥时候娶？我马上。哎呀，这姑娘啊！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来，有请。谢谢。本节目礼品是由伊贝诗提供的保时捷专享套，在伊贝诗保时捷期间加1元多一套。我们的节目礼品是由天天喝天天美的玉之灵即食燕窝提供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一下这个男生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我们以后就在一起吧。哎呀，好，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来，礼物送给你。谢谢老师。不要那么大的负担，好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比耍流氓还严重。请回吧，回吧，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